说到 OnePlus， 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性价比、原生系统、旗舰杀手这几个词，但你知道吗？ OnePlus 一开始其实根本不是为了打败苹果或三星，而是另有一套精密的兄弟布局。OnePlus 的诞生要从一个更大的手机集团说起， BBK 步步高。这个集团旗下的品牌你一定都认识， OPPO、vivo、realme， 还有今天的主角 OnePlus， 他们共同出自步步高系。虽然这些品牌在法律和运营上相互独立，但他们的关系极为密切。比如 OPPO 的创始人是陈明勇， vivo 的创始人是沈伟，他们都曾是步步高的大将。而 OnePlus 的创始人刘作虎也和 OPPO 创始人陈明勇是多年的老同事，这种深厚的兄弟情谊才是 OnePlus 能够快速崛起的关键。 OnePlus 这个名字其实源自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我们是一群加分项的人 Plus 做一款比目前更好的手机，而那个方形加一的 logo 也不是随便画的。刘作虎说，一代表产品加代表团队的加持，外框则是产品边界之外对用户的服务，简洁克制，有点 geek fur， 这正是他们想传达的品牌气质。 OnePlus 的创始人叫刘作虎，在做 OnePlus 之前，他其实在 OPPO 做了10年，最高职位做到副总裁。他曾负责 OPPO 的蓝光 DVD 业务，也主导过范斗屋等早期手机旗舰的上市。而在2013年，他突然决定自己创业，成立了一个全新品牌 OnePlus。 但这可不是离开 OPPO 单干的剧本。实际上 OnePlus 刚成立时，注册地就是 OPPO 大楼旁边，用的是 OPPO 的工厂渠道甚至员工。很多人后来才发现 OnePlus 更像是 BBK 旗下的技术实验室，或是海外试水的先行军。那时候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小米刚刚崛起，靠互联网手机风头正劲， OPPO 和 vivo 走的是线下渠道，不能跟着性价比这条路去打，于是就诞生了 OnePlus 这样一个不怕亏钱的新品牌。目标很明确，我们就做海外市场的极客手机，不打广告，不走线下，不拼价格，只靠产品本身说话。而他们的第一款产品就是在2014年横空出世的 OnePlus One。 为了传播不将就的精神， OnePlus 还曾做过一个非常 geek 的活动，让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砸掉旧手机的视频，以获得购买 OnePlus One 的资格。这个名为 Smash the Past 砸碎过去的活动，虽然有些争议，但却迅速在欧美极客圈引发了病毒式传播。此外 OnePlus 早期还有一个非官方的吉祥物，是一只叫 Buddy 的牦牛，代表着勤恳坚韧以及对西藏哲学的喜爱。这些小细节都反映了品牌初期独特的极客文化和对原生克制的追求。 OnePlus One 这台手机在当年真的可以用炸裂来形容，它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01处理器，配上 1080P 大屏幕， 3GB 内存， 64GB 存储，甚至还支持当年市面上少见的覆盖范围极广的 4G 频段。更夸张的是，它只卖299美元。要知道那年三星 Galaxy S5 卖的是649美元， HTC One M8 是699美元， OnePlus 这个价格简直像是抢劫。除了性能之外， OnePlus One 的设计也非常特别，它用了一个后来成为招牌的设计，砂岩黑后盖摸起来像纸沙皮，但手感很有辨识度。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曾推出 Style Swap 后盖计划，让用户可以像换手机壳一样换木头，竹子凯夫拉材质的贝壳，可惜因为生产良率太低，最终取消了。但这个极客风的尝试还是圈了很多粉丝，而且它还预装了当时非常受极客欢迎的第三方 ROM CyanogenMod， 简洁流畅，没广告用户可以自由刷机定制，跟小米那种米 UI 的重口味完全相反。 OnePlus One 推出后，短时间内就在海外社群引爆， Reddit、XDA、Twitter 上讨论不断，甚至很多人开始做邀请码交易。因为这台手机一开始并不开放购买，只能靠邀请制拿到购买资格，这也造成了极大的稀缺性。虽然邀请制最初是应对产能不足的权宜之计，但反而帮他们打了更大的口碑。第一年他们竟然就在完全没打广告的情况下卖出了超过100万台。一款全新的品牌，第一款产品没有营销预算，却卖出100万销量，这在智能手机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成就。OnePlus 早期能够迅速崛起，与其对极客社区的尊重密不可分。
他们不仅在海外论坛如 Reddit 和 XDA 上直接与用户交流，甚至将社区意见融入产品设计和系统开发中。这种对刷机和系统开放性的坚持，让 OnePlus 在开发者群体中建立了极高的声誉，这也是原生系统和旗舰杀手口碑得以立足的根基。而这种社区至上的极客文化，也为后来的系统变迁埋下了巨大的争议伏笔。OnePlus 的第二款手机叫 OnePlus 2，他们自称这是2016 Flagship Killer， 但值得一提的是，OnePlus 2代在系统上不得不放弃了与第一代合作的极客 ROM CyanogenMod， 双方合作关系破裂。OnePlus 转而仓促自研系统轻 OS、MOS， 这也导致了一些人开始觉得他们有点太自信。不过它的命名非常特别，它在2015年发布，却写着是2016年旗舰杀手。这款手机虽然依旧性价比高，但却因为几个缺点引来不少批评，比如它没有 NFC， 而当时 Google Pay 刚上线，大家都很期待移动支付，还有它系统稳定性没前一代好，发热问题也比较严重。虽然销量还是不错，但口碑比起第一代就下滑了不少。OnePlus 这时候也意识到一个问题，光靠硬件堆料已经打不动了，系统体验、设计、做工这些也很重要。还有一个容易被遗忘的插曲， OnePlus 在2015年其实推出了一台副线产品叫 OnePlus X， 是一款主打外观设计的小屏手机。虽然它使用玻璃机身金属边框，在外观上颇受好评，但因为处理器使用了老旧的骁龙801，性能落后，系统优化也没跟上节奏，最终销量平平。这让 OnePlus 意识到，他们的粉丝不是为了漂亮而来，而是为了性能与极致体验而来。于是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代产品里，开始更加注重软硬兼施。2016年 OnePlus 推出了 OnePlus 3，几个月后又推出了升级版 OnePlus 3T， 这两款产品堪称翻身之作，它们外观设计也实现了巨大的飞跃。OnePlus 3是他们第一款采用全金属一体化机身设计的手机，相比前两代略显粗犷的塑料和砂岩后盖，质感和做工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提升，拿在手里有了真正的旗舰感觉。它们不仅性能强，系统也更稳定，而且第一次加入了 OnePlus 自己调教的轻量级 ROM Oxygen OS， 这套系统是他们自己基于 Android 打造的版本，保留了 Google 原生体验，但加入一些实用功能，比如手势操作、暗色模式、游戏优化等。同时他们把 Dash 闪充也带到了产品里，只需半小时就能充进 60% 以上的电量，这个在当年是相当惊艳的技术。OnePlus 3T 也让他们正式打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尤其在印度甚至成为了高端手机市场第一名，把三星都打了下去。OnePlus 在印度市场取得成功，并不仅仅靠产品，他们非常注重本地社区运营和用户反馈，甚至在一些大城市设有专门的用户体验中心，让用户能近距离体验和提供建议。此外，他们还采取了独特的地推策略，例如与亚马逊印度站的深度合作，以及针对高端市场的精准营销，这使得 OnePlus 在印度建立起了一个高品质、值得信赖的极客品牌形象，并在高端市场长期占据优势。2017年 OnePlus 跳过了数字4，直接出了 OnePlus 5，因为在中国文化中4不吉利，他们就选择跳过。OnePlus 5和 5T 其实都是稳中有进的更新，继续使用高通旗舰芯片，拍照开始加强推出人像模式，并且用上了更全面的屏幕设计。虽然没有特别惊艳的技术突破，但在极客群体中依旧有很高评价。这一时期 OnePlus 已经开始转型，从极客旗舰杀手变成了全球用户都能用的高品质手机。2018年 OnePlus 推出了 OnePlus 6和 6T， 这两款产品标志着他们的转型期。首先，他们第一次尝试和运营商合作，在美国 OnePlus 6T 由 T-Mobile 独家销售，这在美国市场非常关键，因为美国人买手机大多是通过运营商补贴合约等方式，而不是直接去买裸机，所以这次合作让更多普通用户认识到了这个中国品牌，也正是把 OnePlus 从极客圈带进了主流圈。这款手机还加入了屏下指纹、屏幕刘海水低屏等当时主流配置，也说明他们在追上市场节奏。2019年 OnePlus 发布了他们首款真旗舰 OnePlus 7 Pro，
这台手机搭载 2K 分辨率、90赫兹 AMOLED 曲面屏，升降式前镜头全玻璃机身，三摄模组几乎是把当年所有高端元素都堆上了。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块90赫兹的流体屏，在当时市面上几乎所有手机，包括苹果、三星都还停留在60赫兹。OnePlus 7 Pro 是第一个将90赫兹高刷屏带给大众的安卓旗舰，它带来的视觉流畅度提升是革命性的，可以说 OnePlus 7 Pro 直接开启了后续安卓阵营高刷新率的军备竞赛，定价也从以往的3-4千元提升到了接近5000-6000，这也引发了一个讨论， OnePlus 是不是已经不再是旗舰杀手啦，而是变成了旗舰本身？对此 OnePlus 的回应是，我们仍然追求极致体验，但体验是有成本的。确实，他们还推出了更便宜的 OnePlus 7，满足不同用户需求。不过这个分系列策略也让 OnePlus 逐渐远离了最初那个只出一款产品的极客精神。2020年 OnePlus 发布了 OnePlus 8系列，这一代的 OnePlus 8 Pro 是他们第一次加入无线充电 IP68 防水120赫兹高刷，整体配置几乎跟三星旗舰看齐。OnePlus 最早其实准备了2个系统，海外用 Oxygen OS， 中国用 Hydrogen OS 氢 OS。 氢 OS 更偏向中国用户习惯，有大图标和卡片式界面，但因为开发资源有限，更新节奏和体验始终不如海外的氧 OS。 最终到了2021年，两者都被 Color OS 合并整合，这个举动让一些老粉丝感到遗憾，但对系统更新效率和维护成本而言，确实是更现实的选择，甚至有人说它已经完全没有性价比了，但多了不少高级感。但也就在这一年， OnePlus 正式在中国推出 Color OS 版的系统，并逐渐与 OPPO 开始系统层面融合，海外继续用 Oxygen OS， 中国则开始搭载 Color OS， 这一变动成为后续品牌路线巨变的前奏。而 OnePlus 8T 则是他们在同一年下半年推出的另一款旗舰，取消了曲面屏，采用65瓦快充和120赫兹刷新率，但没有 Pro 版本。这一时期 OnePlus 的整体销量还在增长，尤其在印度依然是高端市场的王者。但老粉丝们开始有点担心，这个品牌是不是越来越像 OPPO 的子品牌啦？2021年 OnePlus 9系列发布，最大亮点就是与哈苏的合作，这是一家拥有100年历史的瑞典相机品牌，登月用的就是他们的相机。 OnePlus 希望借助哈苏，在手机影像上跟苹果、三星、华为一较高下。 OnePlus 9 Pro 的主摄用的是索尼 IMX789， 还搭配哈苏调色技术，虽然拍照整体素质有所提升，但哈苏合作更多体现在色彩优化与品牌形象，并没有像大家期待的那样彻底颠覆影像体验。不过这个动作也显示 OnePlus 已经不满足只做性能党了，而是要正面进攻高端影像手机的市场。除了手机， OnePlus 其实也尝试走向生态圈。2019年推出 OnePlus TV， 在印度主打大尺寸智能电视，采用定制系统和高品质面板，反响不错。后来又陆续推出 Bullets Wireless 耳机、Buds 真无线耳机，甚至还做了 OnePlus Watch 智能手表。虽然产品力不算突出，但也代表着 OnePlus 想从单点产品走向完整生态的野心。但与此同时，一件大事也在内部悄悄发生。2021年中，刘作虎宣布 OnePlus 将与 OPPO 团队全面合并研发资源，这意味着两个品牌背后的团队已经不再是兄弟单位，而是一个公司、一套系统、一套供应链。在整合过程中，刘作虎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他在2020年回归 OPPO 担任首席产品官，同时继续负责 OnePlus 业务，相当于身兼两职。这在外界看来几乎坐实了 OnePlus 就是 OPPO 内部实验室的角色。不过他也公开表示， OPPO 与 OnePlus 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双品牌策略。 OnePlus 依然会保留性能旗舰这条主线，从技术角度看，这是效率提升、资源共享，但从品牌角度看，也直接引发了粉丝的一连串质疑。 OnePlus 还是 OnePlus 吗？之后发布的 OnePlus 10系列、Ace 系列甚至折叠机 OnePlus Open 都越来越多的看到 OPPO 的影子，系统完全转向 ColorOS， 设计语言也高度统一。
曾经那个不将就偏执、即刻独立思考的 OnePlus 好像已经毕业了。2022年 OnePlus 发布了 Ace 系列，很多人看到这台手机都说，这不就是换壳版的 OPPO Reno 吗？确实如此 ，Ace 系列主打性价比、电池续航、电竞性能，与以前 OnePlus 的旗舰形象完全不同。这也是 OnePlus 第一次大规模推出非旗舰线的副产品。你会发现 OnePlus 开始像别的品牌一样，分成多个价位不同系列，从只做一台手机的偏执少年，变成了全面开花的多线品牌。这种多系列布局是 OPPO 双品牌策略的成果。在整合后， OnePlus 被定位为 OPPO 旗下主打性能的先锋品牌。数字旗舰系列如 OnePlus 11、12负责对标顶级旗舰，强调性能和影像的全面进化，而 Ace 系列则负责收割线上市场，主打性价比和快充续航，与 OPPO 主线产品形成有效的市场区隔。这标志着 OnePlus 正式从一个单品极客品牌升级为一个在全球市场有明确分工的性能生态品牌。而这一切其实都与 OnePlus 的全球化扩张以及 OPPO 化的整合战略密不可分。2023年 OnePlus 推出 OnePlus 11，去掉了 Pro 命名，却把配置拉满。到了2024年 OnePlus 12正式登场，这款手机几乎集成了 OPPO Find 系列的所有技术，长焦微距、哈苏影像 2K、高刷屏、Super VOOC 快充、超大电池、天线优化，你能想到的旗舰配置它都有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技术背后， OnePlus 今年在电竞性能和充电技术上持续深耕。它不仅将行业领先的100瓦或以上的 Super VOOC 快充技术普及到更多机型，还在散热触控、响应、游戏优化等方面拥有自己的独立技术积累。例如其 Genshin Impact 等大型游戏的极致优化表现，使得 OnePlus 在游戏手机的赛道上也拥有了强大的竞争力。而且这次 OnePlus 还在海外打出一句很有意思的口号 ，OnePlus is back， 意思是我们回来了，回到了体验优先的本质，回到了高性能与流畅系统的初心。但问题是，那个最初坚持不将就的少年，现在还在吗？或者说，现在的 OnePlus 是不是已经变成了 OPPO Plus？2023年底 ，OnePlus 也推出了他们的第一款折叠旗舰 OnePlus Open。这款产品其实就是 OPPO Find 3的海外版本，主打轻薄旗舰影像与大屏体验。有趣的是，这台手机在海外市场的评价非常高，这也代表 OnePlus 已经正式进入折叠时代，不再只是一个直板旗舰杀手，而是参与到未来手机形态的竞争中。从2014年的 OnePlus One 到今天的 OnePlus 12和折叠旗舰， OnePlus 已经从一个挑战者成长为一个布局全球的成熟品牌。它的极客精神性价比定位虽然在变化，但它也带来了更全面的技术、更广泛的生态以及更真实的全球影响力。你可以说它变了，但也可以说它完成了从小作坊到大集团的升级进化。未来的 OnePlus 会走向哪条路？会继续与 OPPO 高度融合成为全球统一品牌，还是会在某个节点重新找回那句不将就的灵魂？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切的开始只是因为一个人说出了这句话：我想做一台我自己也愿意用的手机。这就是 OnePlus 的故事。好啦，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这是我继续做更多好内容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见。